cuts through grasslands, breath, cliff edges pierce the sky ahead. You grip the wheel, I trace the path. Rope coils loose, a silent thread. On the cliff, our weights combine. Tie the knot alone, our truth defined. We're tangled ropes, we're breaking free. A common ground, a separate sea. Enough, enough. 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4、周5、12点更新，会员抢先48小时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周3中午12点尊享爱人悄悄话，周6中午12点尊享会员加更版。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4K 更清晰。华为用户升级到鸿蒙5.1，参与鸿蒙有礼免费领取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再见爱人》第5季。这个火它可以温暖你，它也可以烧伤你。今天是我们很重要的环节，画像。它的每一个细节我都非常的印象深刻。他笑起来挺好看的，你爱的人的脸，我觉得是不会忘记。她长得没什么可挑剔的，跟我之前所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但是我记不清楚具体细节了。老环节，哎呀，太惭愧了，一点也没记住。我对她的关注度还是不够。真的已经很久没有认真的看过她了。你从来没有这么仔细的看过我。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酒窝，这些回顾会让很多遗忘的东西回来。你有没有真的留意到你的另外一半是怎么样？之前从来没做过这些事情了，看看我有多明白他吧。期待有一个这样子美好的记忆和画面留存着。诗画吧。我觉得这个环节挺有趣的，他怎么可能有这个沟通的能力去描述我出来？我不敢想象。从我的影像里面来知道他是怎么模样的，有趣，非常有趣。A quiet corner of the land, the game's about. 这个场地也漂亮哎。A painted heart for all to be. 哎，你好，嘉宾。你好，我是今天为你作画的画家，我叫做艾迪。艾平，你好。艾平，我叫车重建。车重建。对。哦。对，开车的车。哦。车先生你好。你好。这一张画的话，就是你自己描述你自己的一个画像。我肤色我觉得是黑黑的。觉得比较黑一点是吧？对，他们说我是看起来是菲律宾啊。什么奔？菲律宾啊，菲律宾，黑黑的，瘦瘦的，泰国的，印尼的这些。哦，菲律宾。对。哦，因为皮肤黑嘛，发现短短的，也不是像军人那种，比军人那些长一点点。比谁强一点？军人是什么？谁？当兵的。哦，比当兵的哦，军人啊。对，因为我每天训练很多，所以洗脚很多次嘛，每天洗脚很多次。洗脚。哦，好。对，短一点，比较容易处理嘛。哦。我眼睛跟一个煎蛋一样吧？跟一个煎蛋一样。对。一个煎蛋。
哦，眼睛跟眉毛差不多大吧？眼睛跟眉毛差不多大，那眼睛大一点点，眼睛比眉毛还要大。大一点点。没看字幕，我看你们也是听不懂。你说的是眼睛的宽度跟眉毛对，宽度对，宽度宽度对，比眉毛还要宽一点。不，眉毛宽一点。哦，眉毛宽一点。对哦。画家好难啊！这段好好笑哦。跟您聊天我很开心。谢谢你帮忙，因为我国语说的不好啊。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辛苦你了。没事。菲律宾呢，给官人长一点点，洗澡很多次嘛，跟一个金蛋一样。好难。它很黑，好像菲律宾的那种。我的天哪！一样的形容。晒的很就是晒很多的那种吧。晒的很多是吧？对。啊，李诗画普通话真的好。发型是短的，两边的头是很贴头的那种，不是没有头发有的，但是它的顶呢，上面是长一点，大概1寸到1寸半的长度。他的观察好细致啊！哇，你这个形容的好精确呀！它是双眼皮。然后他眼睛比较大，也是大的，就是比较长一点点。因为我其实想他笑的状态，所以呢，他笑的时候呢，他那个后面的那个小小的双眼皮，它会延出去的。这么仔细。我是双眼皮的，眼袋有一小小，不多，所以我说的不够。他鼻子也是大的，成龙大哥。有那么大吗？他鼻子比成龙大哥的帅一点，就比较高、比较大的鼻子。我的鼻子比较大的，成龙大哥跟李小龙中间吧。两个好讲得好像。哇，我的底部比较大的。什么东西？底部比较大，从发线那边开始。哦，额头是吧？对。比较宽的，我觉得有2条很新的皱纹呢。他额头中间有几个纹很深，哇，就是好像被人切了2刀。他的那个眼角那个纹很深很长的，然后他的那个颧骨啊那些地方也有一些斑，很细致。我的口唇是厚厚的，不是太薄的这种。他嘴唇厚，但是可能他可以笑得很大，就是露出的牙齿比我还要多很多。像在正面角度下，你的耳朵看得比较明显吗？对，明显的。他耳朵很大，兜风的，有点招风耳。对。您今天想画一个你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白色的打底衫。我觉得他会穿一个白色的 T 恤。可以做运动的那种。我的天哪！您多大年纪啊？我49，差不多49吧。他不是49啊，他说49吗？啊，他不是49吗？他47。哦。我就是不知道他什么状态，他永远都是抱大树的。他有的时候会说他是50。哥，你多大了？我差不多50。是47还是差挺多的？那你这张画你想要一个什么样颜色的一个背景呢？在一个大球员。大球员？对，球员。草啊，大球员。哦，大草原。对，大球员。好辛苦啊！还有一条牛。还有一头牛。对，可以吗？好，可以。一个很肥的、很可爱的、白色的。牛。好可爱。很脏的，很搞笑的。如果说用一种动物去形容你，你觉得自己更像哪一种动物啊？我是个马騮，猴子，孙悟空。对，跑来跑去，跳来跳去，反光斗。比较活跃是吧？对。马騮。
好像小朋友一样，又跳来跳去，又滚来滚去，所以就比较像猴子。哇，一模一样，惊呆了。那他像那个马騮，那你觉得你像什么动物呢？我像一个，可能狮子吧。对，女的。嗯，因为女的狮子会出去找东西吃的那个嘛。哦，对，它是负责捕猎。对啊，自己能自己活嘛。哦。自己照顾自己。哎，不是大象吧？大象是群的，但是它也可以赌，它自己一个也可以，也不会有问题。但是通常都是群的，也会照顾大家。我觉得大象吧。大象更贴切。因为狮子其实不会自己一个人的。哎，像您跟您的伴侣有讨论过你的相貌吗？我没有啊，我只觉得他觉得我好看的啊。哦，他觉得你好看。当然啦，我不丑，我是男生嘛。我不丑。哎，那如果说给你自己的外貌打一个分，满分是1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呢？7.5分吧。7.5分。对，画家的口音都被带过去了。我觉得他算是帅吧，帅吧，也算是帅，五官啊什么都其实挺 OK， 挺好看的。的干裂一点，就是很硬的，如果可以柔一点更好。他性格太硬了。性格上如果能稍微再柔一点。对，其实他整个感觉看起来很硬，因为他其实性格也很苛刻。但又阳光，又阳光，对，好奇怪，对吗？好矛盾。他性格很苛刻吗？就是比如说“伪句”这一个字不会存在他的字典里，就算他受伤了，他也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就很对身边的人也会没有这样的共情吧。毕竟8年了，非常了解。那你觉得跟他接触，他这方面会影响到你吗？有啊，对啊，所以我现在也是受伤了，也没有觉得什么一回事，笑得苦苦的。我感觉我真的是被一个军人训练了8年军训，就什么都不怕。也算是一个好事吧，我觉得自己更坚强，但太坚强也不会幸福。所以好矛盾是吧？对，其实并不喜欢这种现状，真的是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让你幸福，真的太难了。因为这个性格吧，当我不停的去冲、去闯。我回家都是用同一个态度对他，那就对他不公平吧，对吗？等于说会把工作的一些态度带回家吗？对，还是对他不应该用同一个态度吧。之前我是没有想到这点，我以为跟他说，哎，没事了，加油。可是这些他不需要听这些，因为这些都是我每天都跟学生说的。就跟一个方便面一样吧，像一个方便面。对，这太方便了嘛，你没有没有经过这个考虑就说出来，对吗？这个意思。真的是一个方便面一样，营养没有，快，不懂事。对他来说，这是万箭穿心啊！这种痛啊！哇，这么夸张吗？一点都不夸张，告诉你，真的不夸张。这个痛点，我们一起8年吧。My God，8年我才知道伤害他怎么心。呀，这样。现在才发现伤害了他，是吧？
很像，不是像，是崇尚啊，差不多10人了，所以他顶不顺，我们才分开嘛。8年我才知道伤了他怎么信。真的是很难找到一个人可以让你幸福，真的太难了。哎，那你们在一起有8年的时间，他的容貌跟性格在这8年之间有变化吗？你觉得？容貌有啊，越来越年纪大就越来越老吧。哦，当然会有哎。性格呢？性格有的，他变得没那么硬了，他以前更苛刻的。哦，等于现在性格反而柔软一些了。对，因为我影响到他了，但改得很慢，而且我觉得太累了，太累了吧？不容易。那你觉得他有没有年龄焦虑啊？他说没有的，因为他说我27的时候知道我37肯定会更好，我37的时候是只有47的时候是更好。所以我知道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不会有这个焦虑。哦，那他心态很好哎。我觉得还是有个壳吧，就是没有完全打开。但有的时候我感觉他所有的东西说出来都那么正能量，就有点假了。我觉得他可能把自己催眠到这样的，但他心底，他底下是什么样，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跟他在一起呢？其实因为他就是不是很懂的那个性格，其实他也是他的优点，因为他就变成很单纯、很简单，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很有上进心，所以我就觉得非常的有吸引力。他之前，而且他很有性格，就是他以前收学生呢，他一定要有人去介绍，然后介绍完了，他要见那个学生，觉得想不想叫他才可以接受这个学生，所以我觉得哇，很有性格，这样他真的是对自己要求很高，所以我很喜欢这一点。他那个生意就做得很好，很好，很成功。生意人是每一天都想打拼，每一天公司都是生意事，每一次都認真，很嚴。我拉傷了我的背，動不了。結果我教練跟我說：你邊個位受傷話？背脊。咁我就同佢講：你咪練隻手咯。我要你做1000，你做到999下幾，我都當你冇做過。因為當你這麼高的時候，很難跟你說真心話，對嗎？每個學生都這樣，我會先跟你談一談，我能不能幫你？我會明白你的要求，可是你大部分時間都要聽我的，不是錢的問題，是態度問題。錢很多人都能給，態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我覺得有條件的沒基礎沒關係，所有都是透過訓練啊，這個心態動作來做啫，這個從來不是問題。也是很優秀的人，很優秀，而且我在他身上學會很多。我為什麼現在這麼獨立、這麼堅強，也是在他身上學的。對，你看我，其實我以前是比較，好像是受害者的角色比較多吧。我現在一點都不會變成受害者了。我之前有個前男友，特別不開心的一個關係。然後就讓我自己非常的覺得很卑微的，就是很感覺沒有被尊重的感覺。我那個時候我的樣子是非常苦的，因為我那個時候我拍戲，我看到自己的臉會覺得很苦。很苦。對，
比现在的状态可能还觉得更显老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只是27、28岁。哦，那时候才10几年前是吧？对，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我自己的样子是非常苦的，就是你觉得就是一个苦脸。因为你自己的心态状态不好。所以找对的人很重要的，会影响到你整个人的状态，你的长相。你之前的前男友是那种2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吗？哦，你说那个苦脸的那个时候啊，对对对。哦，没有，那个时候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照顾人的一个男生，但是很花心，然后就是很控制力很强的。但那个时候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也不是一个非常懂得爱自己的一个人，所以就很不开心，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个这样的男生。虽然他对你好，是很细心照顾你，但是对他的控制，他要控制你，他也要就是花心的那一块，其实不可以，不行，不可以，没有一个，就是所有的女性都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人。你爱自己就不会了，所以要懂得爱自己。我以前可能有一点恋爱脑吧，就是会小的时候会很投入爱情，然后就是爱情第一。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前男友，他喜欢打游戏的，我觉得很浪费时间，但我会学，然后陪他打到通宵，打到凌晨6点钟这样的陪他。但其实不太健康，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慢慢就会失去自己嘛，然后我就没有自己，也有的人可能对我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离开。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些人去教你一些人生的道理，或是你成长，那些人就会在你面前出现。然后我觉得 Anson 在我面前出现，就是让我可以更加坚强独立，拯救他，拯救者的姿态，更加会追求自己的工作、自己梦想的一个人。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而且他带给我很多的正能量，感觉是可以让你很安心作为他的另一半。关系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看对方有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对方有什么不好，然后就分手。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忘记了要记得他的好，对吗？那你有记得他哪方面的好呢？他有好多做的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要出去工作，我不在香港，他会约我爸出来吃饭，陪他吃饭。我觉得这个很好很感动。他对我家人很有礼貌，很好，因为我爸是一个很喜欢说以前的事的一个人，然后他也会一直说，然后我知道 Anson 听他说这些东西其实好无聊，因为可能他已经说了好多次，他还在很享受说以前有多厉害，然后 Anson 就每次都是听同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感动。好像想学爸爸的样儿，是不是？每一次我是有什么活动，他都会拉所有的家人来支持我，都是他安排，这个也是非常感动的。好暖心啊！我的演唱会他要来呀，然后你就看到他很兴奋，他叫得很大声，因为应该是头一个粉丝吧，应该没有一个粉丝叫得他那么大声，还是会爱的呀。所以我在他的那个情感上其实非常有安全感，就我知道我真的是他唯一了，没有别的了。
就是在情感上面眷恋。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好了，这张画像也差不多了啊。谢谢。哎，车先生，你过来了吗？来了，我刚说下。那么我们这一章就是要描述你的另一半了。好的。看看这一张准不准？长头发的，面尖尖的，对，眼睛有点大的，对，圆圆大大的，眉毛不是太深。我的那个脸型是一个鹅蛋脸，对对。哦，眼睛呢，就是我觉得其实是正常，但是有的人会说是大，但是其实我真的没有很大，可能是我画的眼线那种大眼睛吧。圆圆大大的。我是长头发的，有点卷的头发，长度是到我的刚刚过的那个胸部，大概是73的那个分。对，差不多73吧。他好精确哦，用的词。这有点。他的头发是那种长直发，还是说会带点卷呢？一点点卷。他的发量多吗？多，有一点点棕色的，全头发都是这样。好的。鼻子不分的，不分的。鼻子不是很宽，一模一样。他们的描述好一致。好，我们可以来形容一下它的丹庭，它有哪一庭会比较短一点？最顶这个，最高这个，额头短一点。对对对对，就都是小小的，比例很好的。额头短一点，另外的那个两个部分也差不多。好的。绝了，很贴。你好像在描述他的时候，好像更肯定一些。对。反而在描述自己的时候，好像没有那么肯定。对。这是为什么呢？眼睛背是很大帮助。啊？眼睛背是，因为闭上就他的样子就走出来了。有点。对对对，有点感动了。真的。他的皮肤颜色是什么样子呢？非常白。跟你前方这个白色的一样这么白。跟我前方这个白色的不一样白是吧？对，一样。哇，这太白了吧！好的。所以她很像一个很像一个白雪公主啊。白雪公主。白雪公主哦，白雪公主。对，白雪公主。好。你想画一个她什么样的表情呢？没笑的，没笑的，就是没有笑的是吧？没笑，没笑，微笑吧，就是什么没疯没笑。在你想象中，她是穿着什么样的衣服呢？一个裙子，就一条裙。这个为难老师了的。一个裙子。对，长的。哦，裙子是吧？对对，裙子对，有一个牡丹花在她的衣服上里面呢，可以吗？有个花，牡丹花。牡丹花是。牡丹花？对，她很喜欢牡丹花是吧？对。这一段真的快笑疯了呀！是什么颜色的牡丹呢？那就用粉红吧。粉红色。哇，很浪漫的颜色啊！对对对对。为什么想到这种粉红色呢？因为我们第一天来了，我们做一个测试吧。问我他喜欢什么颜色，我从来不知道，我以为是白色、黑色这些。
那请问车重建，李诗画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颜色？白色。是粉色。这是教都会的。请问李诗画最喜欢的花是什么花？香来心。我喜欢牡丹花。牡丹花。OK。请问李诗画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狗狗。其实有3个你都没有猜对，鲨鱼是其中一个，还有那个在欧洲的一个叫 wombat， 最喜欢是大象。大象，对啊，对。有了，他有在改了。这一次真的有记住。我忘记他喜欢什么花，我现在知道他喜欢牡丹花。牡丹花，他喜欢的动物是 wombat。一个很搞笑的、很可爱的欧洲的动物，还有大象。所以只能有机会，我都想送一些他喜欢的礼物啊、时间啊、陪伴啊这些给他。用心了。你给我一个大笨象吧，大象，就后面。你说想给他的背景画一个大象？对，2个大象，一个小象。哇哦，2大1小。我感觉这有点画不下去。OK， 没关系，那你给我一个小的就可以了。比如说给他头发上加一个发卡。哎，好的，好主意，对，好的。那今天我跑嘛，我过去那边，我看见很多大象。梦吧。Oh my god， 还有大象，有时间带它过来。你好。他最喜欢的大象，哇，很多，有爸爸有妈妈，等他一起来。所以等一下我有机会看见他，我想跑过去告诉他，让他觉得有没有兴趣过去看看。比如说他有时间。这张画的背景你想画一个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吧，给他天空这个颜色吧，那就很漂亮吧，很简单，也是他喜欢的。哇，比如说他现在坐着我这边，就1楼了，再坐着这边。我觉得我的背景就是天空的蓝色，你现在看上面的那个蓝色这种比较淡一点的蓝，淡一点的蓝色，对，太强了，他们俩。他们其实很契合哎。对，我觉得其实全世界最厉害的画家就是天空，每天都会画一个，而且每天都有它的美，每天的心情，他的心情都不一样。我觉得他们很了解彼此。对。哎呀，第一天这个帐篷住的真是冤啊！真的住得冤。像他最吸引你的一个五官是哪一块呀？我觉得是他的脸。他的脸？对，他感觉是有点复古的。不像现代的。对，他有点。感觉是公主一样的，她有这个味道的，她的眼神啊，她的面孔啊，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公主。对，很会说话的，她的眼睛，一看起来就知道是一个美女了。一看出来就是一个公主吧，看起来是个公主，很有一种感觉是告诉你哦，我就是你的女神啊，这样啊，她就是你的女神。係啦，哇，感觉这个形象很漂亮哎。对啊，她真的很漂亮。其实我看她，还给我自己清楚我看自己，真的是，真的是。就你觉得你更了解她一些。对。
对，哇，他好开心哦，讲他的时候。那你最喜欢哪个阶段的他呢？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呢？我喜欢现在的他，更喜欢现在的他。对，为什么呢？我觉得我更喜欢他现在的自信吧，态度跟自信吧。自信？对，你明白这个吗？自信？对，自信。哦，他都猜得到哎。其实早上我跟您的那个另一半也聊了挺多。你听得懂吗？有点费劲，但是我觉得聊的还是挺愉快的啊。他其实也提到了你很多东西嘛。我也想看看他描述的我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说好漂亮？对对，就是各种漂亮，各种漂亮。公主啊！但实际上他也形容的挺细的。是吗？对，就是能够看得出来很努力的在形容。哦，这个我很意外。因为他通常表达自己不是特别好的，所以这个我有点意外。你觉得这张画像到时候画出来他会满意吗？我希望他能感受我对他的到现在今天的很小步的不同。哦呀，小，还蛮真诚的。好了，这张画像也差不多了啊。好的。怎么回事？前面2集是该干嘛？敢不敢跟我比一下？有什么不敢比？比什么？马上双11了，我要去做保养。你好好比一比哪家最划算、最安心，1个小时后交作业哈。啊？这满减规则比考试还复杂呀！你这也太狠了。接了 battle 就不能反悔哈。哎，其实解法不难，让我教你偷懒，把作业收尾，就打开美团一枚，正品保证还不贵，放心 all in 当储备，全年抄底价更实惠，安心变更美。不愧是你呀，那不如再比一比。因为我们24小时都在一块儿，所以我对我们两个彼此的这个五官都比较清楚。他的长相就是我的天菜，所以他的五官我都能记得特别清楚。很期待今天的画像。自信满满的开始。哇哦，小浪漫整的挺。您好，哎，哦，有人是吧？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姓张，张老师。OK， 犹抱琵琶半遮面，你这是一点不漏啊。啊，您可以描述一下您的这大概一个什么样的头型呢？我头型怎么说？这个标准头型。2个眼睛之间的距离没近也没远，刚好它就在那儿，很合理。下巴尖不尖呢？哎，这个好难形容，就正常啊，标准下巴，对，标准下巴。长相非常自信的。鼻子呢？鼻子长不长哎？鼻子正常吧？啊？我说正常鼻子，3庭5眼。啊，五官标准的话，那就是我就是标准五官。说完自己笑了。鼻子宽不宽嘞？也正常，也正常。啥都正常。就是标准美男子。您先描述一下您先生的这个头型是一个什么样的头型？头型啊，他的五官非常的立体，下颌这一条线是尖的，但是下巴那个尖不尖。哎，他整个脸都比较窄。整个脸都比较窄，硬朗的，酷的，长得很演员脸的那种感觉。他比较像的一些这个演员呐，公众人物，做个参考。
老师们不要觉得冒犯，我觉得他有一点点像黄宗泽老师。哦，有一点的，有点的，有点的。像谁？黄宗泽老师。黄东阁。黄东阁。啊。他长得很像那种港台明星。我在想黄东阁长得明星，我不清楚黄东阁长那个。还好他没有分到安生那一组。没事。眉弓骨突不突出啊？眉骨也还可以，嗯。啊，崩溃了。正常啊，正常的。皱眉还有点多，其实。这样子，老师，我每个形容你问我多少，我直接给你一个，分值，你看怎么样？就是比如0分到10分，0分就是没有眉骨，10分就是像欧洲人一样的眉骨，那我的眉骨我给你到7分。哦，好，好吧。喉结明不明显了？喉结给6分吧。6分啊，比头高不高？也还算高，给8分。8分，哎呀，那很高了。发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发型差不多4厘米左右的短发。4厘米短发。这个画室也挺有意思。我的鬓角也蛮长，我的鬓角到耳朵、耳垂处差不多。这个头发发质是比较硬的还是怎么样？给个5分。5分。然后发型大概就是往上往前支棱起来这样子。他会用抓一抓的，但全部都是那种支棱起来的。啊。耳朵两侧会比较短，中间上面会微微长一点。然后它有2条鬓角。耳朵大不大？耳朵大，我耳垂很大。他的耳朵也跟我一样很大，然后他的耳垂也是很厚，很大。他应该会戴2个耳钉，这个很小的环，大概直径1厘米的2个圆形耳环，简简单单的。金的还是银的？银的吧。银色的。银色，哇，太厉害了！是上嘴唇比较厚一点，还是下嘴唇比较厚一点？上下都厚。我老婆最喜欢我的嘴巴，她说我嘴唇很厚。Yes。嘴唇非常明显的厚，性感的厚嘴唇。他眼睛真的很深情的那种感觉，他真的是他的菜，眼睛睛的大大的，然后再加上长长的睫毛，很有神。他看起来是那种眼睛发亮的那种，他的眼睛很像女孩子的眼睛，很典型、很明显的欧式双眼皮。欧式就是很双的那种。对，很双的那种。他们2个真的爱，好爱哦，就双到经常有人说我这双眼皮是割的。但经常割双眼皮的朋友肯定知道哈，就是你可以割出来，但你割不出3眼皮4眼皮。那是的，对不对？那你对你自己的颜值10分的话，给多少分呢？颜值我给个7分吧。好谦虚啊！那你觉得您太太会给你的颜值打多少分呢？她可能会给我打9.5，我觉得。9.5。打99分。厉害！她就是超好看。他的外在是我的天才，我很喜欢。老师都听得笑嘻嘻的。我也常常这么跟他说，我说真的好帅，谢谢，挺好笑的。您这个衣服希望你是一个什么样颜色或者款式？灰色西装白衬衫搭配暗红色的格子领带。那很正式啊。毕竟你好不容易一次画画，给人穿正经一点嘛。你希望我把它画成什么样的一个服装服饰？很说唱小子，很潮的，白色的背心吧，紧身的还是那种。如果说给您这张画设置一个背景，您希望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颜色？我觉得是红色的，很热烈的红。Hot boy， 像火焰一样的 Hot boy。那您是希望我把它画的带笑容，明显笑容，明显的笑容。对，很开心他永远保持热情，保持积极的状态。在我心里，他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很有
热情、很有激情、很 passion、很精神的一面。然后他这种阳光、积极大男孩的感觉，我也很喜欢，是我向往的样子。他以前的那个气质就是这个人很浮躁，非常的轻浮。你看这个人满脸就写满了狂妄和轻浮，但是呢，演完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沉稳，沉得住气，稳重。就是他理性的时候，他是一个挺好、挺聪明的，但是他一旦就是他又很容易被情绪冲昏头脑，所以他为什么是火热的、热烈的红色？因为他的情绪所有东西都来得非常激烈、非常猛烈、很突然。他一旦情绪冲破了他理性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情绪很暴躁的人。想他讲得很精准。你可以用3个词来概括一下他的性格吗？他的性格啊，热情。暴躁，阳光，就是像火一样，这个火它可以温暖你，它也可以烧伤你。我希望这团火它不要忽然间很大，忽然间很小，忽然间很大，忽然间很小，那这样子我的距离也很难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是不是？好好形容哦。你觉得你这个长相是比较像你的母亲呢，还是像你的父亲呢？眼睛像我妈，嘴巴像我爸。哦，我4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对，我印象中，我爸这个人在我的结婚之前，我的生命中就没怎么出现过。小时候他都没怎么见过的。像您小时候那样的，就是有一个不算很完整的家庭啊？不是，我觉得我的家庭其实虽然没有爹，但是很完整。虽然我小时候没有爹，但是有很多人都可以充当我的爹，或者是填补当爹的这个空缺。我觉得这也不重要。老爸小时候陪没陪我都完全不影响，因为我老妈已经完全承担了一个男性角色在我心目中承担的地位。我老妈会在我学校受欺负的时候找她的小兄弟帮我去出头，我老妈会带着我去蹦迪、去吃烧烤、去见世面。我觉得其实很多老爸都做不到的。辣妈了，所以。然后，但是因为我结婚有宝宝之后呢，挺神奇的，就是因为我老爹也没工作，然后身体也一般，然后在外面反正就是混得很，哎呀，在外人看起来可能就是比较失败的一个老头，这事实也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不妨碍他是我的老爸啊。那你是跟你母亲长大了吧？初2、初3才跟着老妈住在一块儿的。我在那之前都是跟着。我去到处住，姥姥姥爷家住半年，爷爷奶奶家住半年，姨妈家住个半年，老舅家住半年，就是这样子。反正谁家有空谁家带啊，大家都挺关爱我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你父母的这个家庭婚姻，对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影响，因为我没看过。因为我4岁他们就离婚了嘛，在我印象中他们就没在一块儿过所以那是他们的爱恨情仇，所以也没影响到我。但他们这种也挺妙的，就是他们俩虽然离婚了，但就是因为生了宝宝之后，他们就又重新回到这个家庭里面但是他们莫名其妙的找到了一种，哎呀，其实比较难得的共处的模式。那你觉得你父母这种现在这种相处模式是正常的还是怎么样？那肯定是不正常的，他哪有离婚离了30多年了，然后又开始在一块儿了，这事儿本身就不正常。但这就是家嘛，我觉得最重要是在一块儿嘛，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生活，我觉得有这个味道，我们家庭味道很足的。那你觉得一个丈夫在一个家庭当中应该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首先，我提供经济物质保障；再一个，我提供时间。我24小时跟我老婆都在一块儿，还能付出什么呢？我给钱又给时间了，我一个男人还能给什么？给感情、爱我也给了，爱是付出，那什么是爱呢？这个东西就很难说了。但时间和钱是实实在在的，我都做到了。我给我自己9分，那个方面，除了说吵架的话呢，吵架我这个人有时候。经常吵架的朋友一定都知道，没有一个男人会受得了一个女人对你喋喋不休的这种无休止的指责。你说白了，一个男人在外面搞事业，而且我要养活一家7口人，花钱
花时间、花精力，已经不容易。还有一个人出现，他天天给你没苦硬吃，没罪找罪受。在我看来就是，别人都说家和万事兴嘛，那家和是什么？就是我媳妇儿不生气，那就是家和了。画风怎么变？急转直下。我们这婚姻太轰轰烈烈了，人情绪遭不住，波动太大了。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呀，我们天天在跳楼机上遭不住。又开始遭不住了。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24小时看病买药，平均30分钟送达。本节目由999感冒灵赞助播出，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本节目由华莱士赞助播出，全鸡汉堡就是配，爱人共享好滋味。本节目由双晶赞助播出，儿童补钙有高招，双晶钙锌小金条。蹲现场，10点半开响，用动感地带芒果卡重逢热爱，直达现场。相爱的人也会被忙碌拉开节奏。别忘了好好爱自己。不如先找到自己的节奏，陪伴有时差，但爱自己随时出发。爱人先爱己，暖暖在乎你。你跟他从认识到现在，他有没有做了什么事情让你特别的感动啊？也有啦，都是一些细碎的碎片，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们刚刚在一起的第一年，就是我以为他对一个日期和数字不太敏感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不记得我的生日，结果他默默地准备了一个蛋糕，然后在12点的时候捧着蛋糕给我唱生日歌。他也笑得很开心，我都记得那个画面特别美好。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不过生日的。我还是期待有个人会为我的生日做一点点准备的，哪怕只是为我预定一个蛋糕，这样我都会觉得特别的惊喜，因为以前没有过。然后还有，他很喜欢 freestyle，他会经常 free 着，就是在一些歌词里面啊什么的，会表达对我的爱意，会说很多平时他不会说的话，什么你是我的唯一啊，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啊，什么就是这种的吧。CD 送给我的 baby， 我的老婆，请客和美颜，请小豆豆送你的礼物。给我买了生日礼物，还是蛮感动的，想起来。这么吃这一套？他小啊，年纪小啊。但你要说大的整个感动，我觉得还是他有为我做出很多改变，但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就是他慢慢的变得跟我很像了，而且他也心甘情愿的就是这样做。他会去适应我的节奏。他从我们刚开始的，就是他无法理解我的状态，他无法理解我为什么就是跟他，因为我跟他很不一样嘛，完全不一样。他会无法理解啊，这怎么会这样想呢？他从不理解到后面，他慢慢的向我靠近。其实我觉得这些也让我觉得蛮那个的。我以前就是个特别消极、特别容易不开心的人。我生活在一个家里人天天互相吵架的环境里，爸爸跟妈妈吵，爷爷跟奶奶吵，爸爸跟爷爷吵。我妈吵完架，她心情不好，她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会莫名其妙的挨骂。我妈是个非常消极的人，她很容易一有什么东西，她会往最不好的情况去想，然后叭跟你输出一堆。她可能是出于好心和
预警，但是在我的接收方来看，我觉得那是一种很大量的负能量。我最开始，甚至我小时候，我结婚以前的状态，我其实跟我妈是一模一样的。我很消极，我很负面，我经常大晚上一个人在被子里看着天花板哭，我看着天花板哭一晚上，我睡不着觉。这些方面真的跟我妈很像，很殊途同归。我想着我不要成为那样子的，可是我不知道应该从哪一个细节开始，去从根源上避免不要成为那样子。结果在尝试的过程中，我就潜移默化的变成了我妈的角色。老梁他有的时候就会说：“你真的跟你妈一样。”哎，我觉得很复杂。我说过，我说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但是他非常的讨厌我在他面前去提他的母女关系这个东西。这是他心里的逆鳞，是他的软肋。一个人不幸的童年都要用一生来治愈，何况是……好，我已经画的差不多了。All right。嗨，老师，我又来了啊。这个环节是描述林太太。林太太是一个，她的头型是什么样一个头型？她头很小，头型长不长？也还长吧。下巴尖不尖呢？尖，鸡蛋脸。鸡蛋。我觉得我脸型应该是鹅蛋脸，但是下巴比较尖。然后发型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我今天是一个盘起来的丸子头，我穿着一个很学院风的裙子，连衣裙，有一个很学院风的白色的领口，底下是深蓝色的，深蓝，背心一样的肩，就是手臂都是露出来的。两个锁骨露出来没有？锁骨露出来了，露出来了。今天还是比较可爱的吧，我觉得风格，比较奥黛丽·赫本。优雅、可爱、俏皮、端庄，感觉很自信。发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呢？他喜欢扎那种双马尾那种。双马尾。对。双马尾的话，就是有点像个哪吒那样的。不是，是耷拉下来的那种。啊，就是扎了一下，耷拉，没有那个扎的那个揪揪。对，没有。好像个古装哦，古装头发，古装发型嘛，像一个，就是标准的那种初中生双马尾，扎顺下来的，就是他前面也会有一些刘海留下来，就是这样子。然后您希望他穿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呢？我希望是一个雾霾蓝色的短裙，领口是一个圆领口，然后可能可以露点背的话，这个好准。然后胳膊是露出来的，有点像那个晚礼服那样的感觉吧？对，咧嘴笑一下吧，然后可以露出他的6颗牙，6颗牙，6颗。但是他虽然一直不喜欢他自己的牙，但我还挺喜欢的。他的牙齿不太整齐，然后还有一点小虎牙，对，有点前后不太整齐那种。然后他的肤色啊，哎，女生嘛，白偏白吧，偏白，就是她相比那种很在意保养、防晒的那种很白的女生比起来的话，她可能会没有她们那么白，算是比较健康的肤色吧。这是正常亚洲人肤色吧？我的头小，好。我的脸也就比我自己保养大一点点吧。嘴巴大不大嘞？微大。微大。
他嘴巴挺小的，挺小，嘴唇也不算厚，眼窝深不深呢？深，比欧洲人还是要浅一点了，但是眼窝不是很深邃，我觉得如果给分的话，给到一个就正常吧，我觉得5分。5分。鼻子高不高？鼻梁高不高？鼻子高，鼻梁高，鼻头比较大。就是我的鼻头看上去就是圆圆的，圆圆的啊。鼻子长短的话也是5分，不长不短嘛。眼睛不算大吧，我觉得6分。他眼睛右边会双一点点，左边会没那么双，浅双。哪边眼睛是双眼皮啊？应该是右边的是双眼皮，然后我的左边这3层眼皮，然后我左边眉毛中间偏眉头一点点的位置有一个痣，明不明显呢？很明显。好，然后它有一个痣在眉毛里面，上唇的右侧偏快接近于他嘴角的地方也有一颗痣。他讲和美颜比讲他自己清楚多了。眉毛在左边，嘴角在右边。那你觉得你在你先生眼里面可能是什么动物呢？我在他眼里啊，老虎，母老虎，母老虎，哇，真的，他们的描述还蛮接近的。好的时候呢，像个甜心公主；炸毛的时候啊，又像是一个破马张飞。那如果用一个动物形容你太太，刺猬，他只有想要找你，想跟你开心的时候，他才会把他的肚皮露出来给你。但其他时候，剩下的都是他身上的刺儿。你觉得你最喜欢你太太她什么时候的样子？她只要不生气，我都喜欢。只要沟通就会干仗。你自己不一样嘛。只要沟通就会吵起来。我又想解决问题，但是他可能觉得，哎，我只需要你给我情绪价值，我需要你解决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吵得很凶，我说话也难听得很，我真的气得遭不住了，我是不是得反抗一下？你生气的时候，我跟你讲道理已经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因为我知道跟他也讲不了任何道理，在那个时候又来了，临阵起手。就他跟你吵架，有没有被你们孩子看到的时候啊？还真有一次，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就是我们说过了，在孩子面前不可以吵，但是他有那么1、2次，真的他就有点丧失理智，当着孩子的面说一些很难听的话，我当时真的非常的生气。我抱着宝宝在客厅看电视，然后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咱就拌起嘴来了，然后他对着我的孩子说：“你妈妈就是个疯子，你妈妈脑子有病。”我当时就炸，我说你在干什么？你对着孩子。他就说你在孩子面前装什么好人，然后说出这种话，我觉得哇哦，你怎么可以破这种大忌？这个很不可以。那当时宝宝看到你们吵架的时候，宝宝有没有说什么呢？宝宝明显就宝宝整个人愣住了，他抱着他的娃娃坐在那个上面，我觉得好可怜，我赶紧抱抱他，我说没事啊，然后给他看动画片，吓住了孩子。对，这个我就是特别心痛了，就是有时候看到我们吵架的时候，然后宝宝当时有的时候会哭，会害怕，然后他就会找奶奶去，然后他就会跟奶奶说：“奶奶，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所以爸爸妈妈才吵架？”哎呦，他奶奶就跟我说，我心里听了我那个揪心呀。小孩子就是自己，他就会担心是不是因为他做的不好，然后这样子，然后他长大以后，如果是这样子多了，他就会变成一个讨好型人格之类的。我就是特别难受这个点。我的天！他孩子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呢？就是爸爸妈妈横眉冷对嘛，怒发冲冠嘛。可能妈妈不依不饶，我也被情绪掌控了。你们家庭里面有那种角色分工吗？比方说有时候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因为平时奶奶带他们会多一点，吃喝拉撒睡嘛，这些事情基本都是奶奶在做。怪不得吵那么多，你有时间吵。说白了，因为我们家里的娃都是老人在带，我们自己最多就是陪一个老二睡一下，他没有
去全程的负责他所有的吃喝拉撒住行的这些东西。他一直说他肯定没问题，可以，但是其实他从来没有做这些事情。你也没负责呀。你觉得在他的眼中你是什么样的呢？我觉得在他的眼中，我是一个痛苦的来源，麻烦的制造者，是一个总是垮着脸不开心的、莫名其妙的奇怪的人。那你觉得他说过的最伤你的话是什么话呢？太多了，他说你。他说：“你为这个家付出过什么呢？钱也是我赚的，孩子也有奶奶阿姨照顾，啊，搞卫生你要找个阿姨也能搞，你跟我又天天吵架，又给我提供不了情绪价值。”他会说这种话，这很伤人。他完全没有看到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做的事情，我做的家务，我带的孩子，我对他的一些包容。好的一面他好像都不记得了，在他说出这些话的时候。那如果用3个关键词来给这段感情做一段总结，你会用哪3个关键词？相爱相杀，极端，求同存异。哎呀，好准确。第一个窒息，就是窒息。但第2个又是幸福，对，极端和相爱相杀。为什么呢？这2个词好像很对立啊。他们不是同时发生的呀，交替发生的，认知模糊吧，我们俩都有点认知模糊，窒息感、无力感、绝望感。委屈啊，真是难受。他也不想，他也控制不好他自己的情绪，上来之后他也没辙。在我看来，我又怎么能怪一个病人呢？啊？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有点倾向于像双向。What？ 但他不会去看这些东西的，不会去看这些东西的。我是觉得他是有点像双向情感障碍这个。那您害怕离婚吗？害怕，特别害怕呀！我太害怕了。但是你既然这婚姻给你带来了很多痛苦啊一些的，那为什么你还害怕失去他呢？因为我有3个孩子了，兄弟。经常结婚的朋友一定都知道，当你有了孩子，那就代表了你们的婚姻被锁死了。哦天哪！如果抛开孩子来讲的话，我一定不会再结婚了。再给我选一次的话。你还会跟他结婚吗？不会。啊，哦，很伤人哎。太痛苦了。这3年多我们过得太痛苦了。痛苦跟快乐在一起的比例是多少？28，8分都是痛苦。我们双方都很难受，我们这真的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婚姻状态里面。你说我要给他打多少分？我说，哎，这个我们挺好的，打6分，好不了，兄弟，2分我都嫌高了，这2分都多了。但那3个孩子在那里的，那活生生的孩子那么可爱。如果我们俩离开了，小孩子就要分开，他肯定会带走孩子其中的几个走。我就担心的点是，我觉得他根本照顾不好孩子，他也没有办法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你自己都是这个样子，当然他并不想，他绝对不想去把那些不好的去给到孩子的言传身教，小孩子会被你潜移默化的影响了吗？你说的这个又是说的，我又是提到他最不想提到他妈妈这一点，他跟他妈妈关系非常的不好。但是你又没办法，潜移默化的又变成了他妈妈的样子。我担心的是这些。你觉得他像他妈妈吗？一模一样。敏感，我觉得有些自卑，然后又同时又很强势，要掌控，又不能输。
虽然他很依赖我，但是他就希望同时像一个家长一样的去掌控我，去说我。我可能如果在他想说我的时候，我得像一个他的小孩儿，都得听着，不管他说的对不对。说白了，别人家里面祖上3口人拧成一股绳往前冲，我们家里2个人打得热火朝天，内斗的不行，内耗的不行，我怎么在外面做事情？我什么都做不好。他身上负面情绪太重了，不那么爱自己。他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他是那种懒到我给他报了驾校，报了2年，驾校就在楼下，下楼出了2分钟就可以报考驾校，他都不会去考的。冬天说冷，夏天说热，秋天他说忙。Come on man， 老师，你有听过整个人的 MBTI 整个转变掉吗？我 MBTI 至少有3个是完全转变。他能看到点好的东西，他才能看到我们之间的好的东西，才不会那么的咄咄逼人吧。如果现在假设有可能你具备一种超能力，可以改变您太太的一个问题一个方面，您最想改变她的哪个方面？闭嘴！烧伤。说打雷吗？打雷了耶！我之前总是说，觉得他怎么样，对我不怎么样，我希望他先做出改变。但是我觉得来到这里之后，我就发现，与其去要求别人，不如要求自己。昨天老师们虽然说对着我说，但是老师也是说的，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应该怎么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把那个门听进去。那你觉得你跟你太太谁更需要去做出这种改变呢？我其实觉得是他，我觉得是他。那有没有可能他希望你在某些方面做出改变？有没有这个想过这种可能？所以老师，你刚刚问了我好多问题，都是让我去预判。夫妻问题要是2口子一起应对，我们俩应对不了啊，我们俩这个事儿掰扯不清啊，老师怎么的？我们一直在说罗圈话呢，老师。为什么要跟老师生气呢？我就结束了吗？哎，这份我把这个看着老师，你有什么还不了解的地方吗？他的五官都还好，基本上那个都问清楚了。哦，是的，辛苦老师。哎，好。他那天也跟那个摄影师也生气啊，对对，他情绪起伏好大。哇！我都惊呆了，情绪的波澜，真的今天都好啊哇，起起伏伏啊，好刺激，天有不测风云，好刺激。他一直让人感觉他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很痛苦、很辛苦的，然后永远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他头一天说不记仇，现他又一直在讲美颜的事情，而且他是绝对不对外人面前提这是妈妈的事情，然后对着一个都见不到没看到面的人，面的陌生人，他讲了好多。哇，这喋喋不休这4个字应该送给他呀。对对对对对。而他那个不记仇，我觉得他是不记自己的仇，哎呀，就他自己一点问题没有，全是何美颜的问题。对。我一开始我觉得感觉还蛮同情他的。美颜确实是有一点咄咄逼人，但是就很多事情真的要看下去。对，包括他跟画家的对话，他有没有一个表演状态会影响他？就是他会有一个观众的意识吗？他反而给我感觉他有点太松弛了。他到后来说话给我感觉他在对着一个树洞说话。哎呀，你看他的坐姿，对，很放松，包括他的那个。是吧？对对对。今天他的状态，我就觉得是我想到，就是上一次他跟倪萍老师聊天，对，就是大家讲委屈的点的时候，他那个委屈，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对。但是我觉得他是统一的，就是梁松前一天晚上的委屈和他今天对画师说何美颜的坏话，他都是站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面。是，他受委屈的时候，他也是受害者。他在说，我从一个阳光大男孩被何美颜折磨成那么痛苦的一个人，我还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他都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在描述这些。所有的错都推给何美颜，推给这一段婚姻。
他第1期前采的时候，他说这个节目好，我们要是去参加了，我们的婚姻就有救了。那我就在想，如果他来做的事情就是像所有的人说何美妍的种种不好，那这个就是他的期待吗？他觉得这个节目能够帮助他，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老婆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吗？而且他那个评价好，第二是2分，对吧？对，而且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肯定就不会，绝对不结。对，这不瞠目结舌，他的回答让我们觉得，他这一集不是说的更狠了，此时此刻也没有人惹他，也没有人跟他顶嘴了，他自己惹他自己，他自己想着想着就进去了，感觉。因为何美妍想到他都是好的，都是甜蜜的，他是想到开心的事情，让他自己难过掉泪，他是什么东西都是不好的。讲成这么不堪，我想他做错了什么？我觉得美妍真的要想一想，她怎么有胆量，这个话可以一句一句的讲得这么重，然后你也不生气的。美妍会生气的，但是她没有办法。现在我也有这个感觉，她自己说了，她最委屈的事情就是远离了自己的家、事业和朋友，一切来到这个家庭中，然后23岁就开始连生了3个孩子。就这样的一个女孩，如果你现在跟她说你离开吧，她去哪？然后她原来的家也很不开心。其实往往这样子的女孩子，她通常在自己家里也会很被动的。她这个时候她不说服自己留下，她还能怎么办呢？或者说她要离开，她是一定要有过程的，要有资源，要有能量，要有支持，要有支持系统。是的。而且他的认知水平、语言表达是要比梁松高的，尤其当他分析别人的时候，或者跟倪萍老师对话里边，他是有层次，他对也有自省的维度。还有一点就是，他说何美妍之所以这个样子，他就是给他一个诊断嘛，你这个诊断是很有问题的，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就是哪怕专业医生都不可以，更何况他还不是。普及一下双向情感，就是这种必须要心理医生有依据。这个概念它还挺复杂的，总之它是一种精神疾病。它的表现是抑郁和那个亢奋交错，但是不是说你有这个状态你就是有这个病，而是这个状态到了医生认为的病理化的程度，影响你的社会功能和你的生活，对，那个才是需要干预的，它才叫病。其实我们的情绪都是有的时候抑郁低落，有的时候比较高兴开心，这种起伏是很正常的。他好像就是把这个事情拎出来讲，就好像给他看了个病似的。对，他说他有病，因为他是原生家庭有很大的问题。他觉得他原生家庭虽然这样，但他还是一个阳光大男孩。所以在美妍的原生家庭是决定论式的，在他这里是自由，靠自己可以改变的。对，而且这个指向有一个糟糕的地方，就是如果这一切就是这样，那你需要的是治疗，你去治疗，你需要的不是我的理解，那再次的免除了责任嘛。说到这个原生家庭啊，梁松不是打着一套就我原生家庭那么糟糕，你看我多阳光，你看何美妍你的原生家庭多糟糕，你看你现在就是这样。但是你们记不记得何美妍说，他们2个人有一次在小孩面前对吵架，是的。而且梁松在跟画师说的时候是隐掉了自己说的那些不好的话，他当着小孩面骂何美妍，妈妈是个疯子。对，你看看你妈妈怎么地的。就是你一边在指责何美妍的原生家庭把何美妍塑造成了这样，你一边在给你的小孩制造一个糟糕的原生家庭。对。同时他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可是为了孩子不离婚。对，正话反话都让他说了。是啊。但是现在非常多的人一提到，比如说自己的一些不如意，婚姻也好，或者是就是性格缺陷也好，那很容易往自己的原生家庭上面找问题。往原生家庭推，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推脱呀。我们都知道，原生家庭肯定是有影响，但它是决定论式的嘛，而且每个人程度是不一样的。原生家庭的过往是无法改变的，如何看待这些过往，从哪个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是关键。还有美妍对自己原生家庭这么敏感，老是被他说你已经像你的妈妈，他怕这个是宿命性的，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无法改脱了，我的命运就如此。我觉得他对这个是挺敏感的，他有点担心和恐惧在这里边。现在我对原生家庭这个话题我有这样的一个感想，说这个原生家庭不该对我有那么大的影响的这个人应该是他自己，而不是他人。
就跟第一天那个实话说我眼睛什么什么，然后车老师跟他说没事了，过去了。这个别人跟你说这个没事了，过去了，这个是对本人来说，这个又是一遍伤害。所以我还是觉得他的线索，你可以依据这些线索能找到你可能在哪些地方是需要查缺补漏，然后说没事这个部分留给他自己就好。他有一种对于何美妍的那个评价，取决于他当下的心情。对他心情好，他又会叫哎小豆豆干嘛呀？然后那边又会咯咯的回应，所以他到底爱的是何美妍，还是爱的是小豆豆？我觉得他爱小豆豆，他很爱，他肯定很爱，但是他没有办法接受小豆豆变成何美妍的时候，或者说何美妍符合他要求的那一面。是。我就觉得，就是你不能说恋爱的时候或者一段关系里面，我只享受你的这种甜蜜，不要。但如果说是争吵了或者情绪不稳定了，都是你的问题了。那梁松他经常说啊，他说我一切就是最大的目的、最大的任务就是想让你开心。对他那个话就是他开心了，我们就开心了。他的潜台词就是只要他不开心，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或者说只要你不生气，我们就没事。对吧？所以他还是觉得所有的家里面的不开心都是何美妍带来的。这是一个认知模糊和错乱吧，甚至造成的。他们太 drama 了，这个太 dramatic 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并不一定说要恶意的诋毁对方，但是就是说我需要一个确定的解释，怎么会生活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其实他们俩就好这口啊？就是上瘾的，对吧？就虐恋，对吧？他们喜欢这样相爱相杀。我真的觉得吵架是他们的情绪沟通的一种方式。有人喜欢相爱相杀的相处，有，因为这一直说有一种夫妻叫吵闹夫妻，对吧？然后吵也吵不散，就吵一辈子。因为吵也是高情绪的一个状态。对。但你有没有觉得梁松会修改自己的大脑的记忆？或者说他可能说出来的话他自己也不自知，比如说他前一天晚上还跟倪萍和这个蔡明老师说不应该说他原生家庭，你不应该说，又不说了。他过了一天就感觉前一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对。然后他说他自己是阳光男孩，你这看到现在你觉得他有很阳光吗？我一点都不觉得。还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送花的那个事情？他说那个美妍生日他送了花，但是最后去查那个下单的那个是520送的。梁松坚持说有，美妍就说记不清了。就是当梁松的那个情绪开始要激烈的时候，美妍就有点不敢肯定我的记忆了。对，倪萍老师跟美妍讲那个话很好，如果他说这些话伤到你了，你还会去追问他，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你转身走人，对，可能态度比较鲜明。对，我觉得就是梁松其实能够感受到美妍非常的爱他。所以你知道，他就是如果当所有的这么重的语言都一个人骂不走的话，他的话就会不断的加码，更重。这是一个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相处模式当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美妍她是一个不断的追问，还是要把它理清楚，把这个事情对错一定要讲明白，而又没有第三个人。又只有他们2个人在讲的时候，极端的困难。然后梁松呢，又会不断的修改过往。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真的要让子弹飞一会儿，不用真的是用这样的极度的高能量的对话的感觉，可能有时候真的找不到真相。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艺术，真的。大家要一个刹车，比如说能不能有个倪萍老师热线？倪萍老师说2边休息20分钟。那我们再来回想一下另外一对很甜蜜的Anson跟诗画，对不对？哇，他俩神了！大家有没有通过诗画的描述能够理解他们俩断断续续可以维持8年的感情？我觉得他们互相非常的了解对方。他讲五官的、额头的长短，然后眼睛的长短啊，笑起来的样子啊什么的，一点一点的这些小细节，2个人的契合度相当的高。对，其实诗画他也觉得，在Anson眼中，她是一个很完美的，像公主一样的人。大家对于这种公主的这种词语是怎么理解的呢？关键他俩8年了，就很难想象我的伴侣8年之后对我的评价是一个公主。比如说2年，
对吧？你对我的描述是一个公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我觉得比较肤浅，就是不太接地气的感觉。想要复合的人，说不定可以用这种语言，是由衷的重新宠爱他。也有可能是因为诗画在他的眼里真的是就是一个公主，就高高在上的一个形象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诗画讲，在他上一段非常不愉快的恋爱脑的感情结束之后，他需要的一个安全感，正好 Anson 就出现了，而且是他的头号粉丝。Anson 那时候我觉得对诗画来说是蛮致命的，他出现的那个形象像拯救者一样。把他从上一段情感里面一下子完全拉出来了。今天我们听到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诗画说自己那时候是苦相，经过了这么段时间，他是变得开朗，变得积极，比那时候都年轻了。那就是他对这段关系还是有很高的肯定的。是，但是 Anson 就虽然这一趴他对诗画真的感觉观察得很细致入微啊什么的，但你们觉得这些还是停留在一个表面。你看诗画跟画师描述会往深里描述他曾经是什么样的，他给我带来了什么，我因为他获得了什么改变，就哪怕是梁松这种指责何美妍的这个也好，他也是往深了聊的，但是 Anson 始终停留在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一个，就是画像，他能画得很好，但是无法了解对方的精神世界。对，他能画一个人的外貌，但是他没有办法给这个人物写一个人物小传。他给我这种感觉啊。但是诗画对于 Anson 的好还是非常记忆犹新的。对对对，也很感激。有一段诗画说他是不是说我就是好漂亮，好漂亮。然后画师说他对你描述的还是蛮细致的。诗画说是吗？哦，眼睛都亮了。这个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就是他那个哪怕前面他是细腻的。对对对。有没有一种爱情是疗愈型的爱情啊？疗愈了，但是现在也有失望，就是他们在一起的最初，他就是在疗愈他，而且他说自己是恋爱脑，他会忍受那些对他很差的男人。那我觉得他经过了这个男人以后，不会再忍受那种恶劣的对待他的男人了，因为他已经被他善待过了，回不去了。他善待过以后，疗愈了以后，他对情感细腻的那一部分的需求又长出来了。对，对诗画来讲，我觉得它是两个命题。一个叫我找一个我爱的人，或者是说能够让我变得更好的人。我觉得那是两个课题。它的出现特别像诗画掉进海里的一个救生圈，对，一个救生圈，一根独木，然后他就觉得说，哇，我这一刻我可以抓紧它，至少可以喘口气儿了。真的，这根独木带他上了岸，然后让他活下来了。能够让他变得更好了，他就觉得说，他就跟他产生了这个情感的连接、依恋。然后走着走着，你会发现，他解决的是阶段性的问题，还是长久的问题？他只能把你从海里拉上来，但是继续在陆地上要走得更远的时候，能不能走下去？从海上拉上来，他把衣服烘干了，说：“我现在要你拉小提琴。”没有，然后发现朽木不可雕也。对，但是现在安森愿意学呀，我愿意拉小提琴。对，但是我有一点。觉得诗画一直觉得说他在这段感情当中找到了安全感，然后他可以很信任，因为这段感情他变得更独立坚强。可是我怎么觉得他讲那个独立坚强是有点不得已的，好像是就是他逼得我不得不独立坚强，感觉我必须独立自己去看医生，独立自己去做很多事。但我觉得他可能更想的还是有依靠的那一种。他说感觉被一个军人训练了，8年军训，不能哭。但有很正向的一点是，敢于说对不健康的关系、不好的关系能够走出来。这一点我觉得 Anson 是帮了他很多。纠结。就是为什么一直分分合合，分分合合。恋爱脑自以为拯救，就是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对爱情也不要有要求。而诗画还有一点好，他仍然是对爱情有要求。而且这个要求达不到的话，我是不轻易放弃，就说是啊，是一个成熟的爱情理想，不是那种恋爱脑。对，我心里觉得哈，就是在这个天平上，他是倾向于分手的。但是呢，我们要用这段旅程来结束这一切。你看他以前离开很糟糕的男人，
这次也许我是在离开一个挺好的男人，但是哪怕是这么好的男人，他没有符合我此刻的需要，我也是可以分手的。我觉得这个是我不勉强，对。对，这个是恋爱脑的最后一个步骤。他好像就是说我需要对方非常的忠诚，又给我安全感，但是确实呢，我又希望他跟我同频，又能够理解我，所以他就一个很无奈的说了一句话说，哦，这个太难了。对。Anson 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新的一个感情的环境，然后他也接受了嘛。为什么到后来对这段就是持续了8年的感情一直摇摆不定？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他还没有准备好，就是其实我的生活真的就是不会完美的。我觉得他一方面知道他其实是改不了，一方面又不能放手。我觉得他在考虑一个问题是活下去的问题，还是要活得好的问题。我觉得在 Anson 身上应该是一个底线的问题，就是他给了他的安全感，但是上限的问题谁来解决？是我们共同 build 一起来解决，还是我要做取舍？但是他真正的回到了长线的8年的思考的过程中间，他要的目标不是这个，是我要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时候，他就会转过头来看看 Anson， 你是那个可以陪伴我一起来创造这个美好家庭和生活的那个人吗？你身上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呢？而反复在8年的过程中确认，分分合合，可能好像还没有确定好。对，所以你看他一直离不开，他就觉得这海里这根木头，我对他有感情。对。其实我舍不得丢它，就算是长了青苔是朽木，但是我还是，毕竟他在海里救过我一命。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对，包括你，所以我一看到他，我就是太善良了。没错，但是他有一个领悟，我觉得他讲的是有点反讽性的，就是因为 Anson 不足够好，所以我现在获得了独立性。本来他在情感上对男生可能更依赖，但他依赖失望，现在我不依赖了，我不期待，我先让自己能够有独立性，他挺喜欢这个自己的。这是一个非常高认知的一种方式，就是我无法改变别人，我改变我自己。但他还是有渴望，就是非常好的陪伴吧。对，但是那可能可以是另外一个人。Anson 帮他训练了这一步，就是如果特别好的话，他现在还是非常依赖的，可能还走不出这个。因为有没有可能真的是 Anson 就把他训练了8年以后，完美的送出了军训毕业？对。哎，这个8年到底是 Anson 训练施华，还是施华训练 Anson， 还说不定呢。肯定是互相练嘛，对吧？目前看来，我觉得 Anson 训练的比较少，成果也不怎么明显，我觉得。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不好？好。下午好，大姨。哦，见他们。男生谈话。先说你，有谁能会给他翻译？我听得懂的。你怎么每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你太自我，你现在靠着你帅牛，这个是就害了你了。认识你的人都会看不起你。好一针见血，倪老师，掌声！哎，我们今天是可以看画。谁来的？你心里是这样的。这一家4口是谁？就完全4个人。梁松对自己的这个帅气，那真的是自信到不行。其实二哥有偷偷瞒着你，他没有告诉你的情况下。Oh my god， 超纲了！如果我们没有上这个节目，我一世都不会知道这个事情。搞什么鬼啊？他是不是？什么意思啊？他怎么一下子自己把自己都说生气了？因为你没有带病嘛。哇！秋冬感冒、流感防不胜防，要为全家人做好健康攻略。像宝宝的感冒药、退烧的布洛芬、流感的特效药、止咳的川贝枇杷膏等家庭常用药，我都上美团买药。现在能领88元健康补贴，拿不准吃什么药时，还可以在线问医生，更方便更省钱。滴滴答答，时针一响，都很冷酷。最初我们结束这相处，
而我此刻却拿不住你眼泪的去处，就尴尬说出要不我们再处一处。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我想我也可以和我的宿命耍赖，这一次别太快，太快承认我们的草率。我的世界经得住你10000次毁坏，我之外你别再做的所有承诺又被时间一一打败，谁不是小孩？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在家爱人微博观察团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观点，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搜索在家爱人话题页，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花絮。打开百度网盘，搜索在家爱人5，独家高清物料全盘掌握。